好，欢迎来到晴花鹿苑，我是 Sabrina。今天这一集呢，也一样是一个我们最常被大家问到烂掉的问题，是关于鹿角蕨该如何度夏。因为接下来5月到9月啊，将会是迎来最炎热的阶段，也是鹿角蕨们最辛苦的时候。所以对于养殖在户外啊，或是阳台的玩家们，这个阶段的避暑就非常重要。要不然鹿角蕨只要热障碍、热伤害，就会停止好长一段时间。所以我们温室环境其实也跟大家在阳台养殖是差不多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有几点避暑的小妙招分享给大家 ，Let's go。那首先第一要点啊，不外乎就是我们最常讲的通风。那我们说空气一定要流通啊，要加循环扇。还有一个要点分享给大家就是呢，植株啊也要把它稍微梳理一下，因为摆得太密集啊，它的空气流通性就会相对来得非常的少。所以像是我们这一面墙啊，原本是摆得非常密密麻麻，那在这个月我们陆续帮他们调整位置，让他们每一株旁边都有足够的空间，让空气可以流通，就不会那么闷在一起。我知道大家的空间一定都有限，因为毕竟鹿角蕨就是有一就有第100个，一定会越养越多。就在这4个月的时间，尽可能的让他们上下稍微移动，把空间拉开来，真的会对他们的叶面生长啊，整体植株的健康度会有很大的差异性。那我这边有收到鹿友说，他在去年夏天啊有特别加装循环扇，但为什么他的植株还是长不好？后来才发现是因为他的循环扇是长期对着植物吹，那他这样子其实对植物也是一种伤害，然后也没有让整个空气都有流通。因为循环扇最终的目的啊，就是我们希望它整个环境是有流通的。你的风扇啊，一定是要让它有到处移动啊，是可以转来转去的，是最重要的。那第2点的话就是光线，其实啊，夏天的光线是非常毒辣。我们平常讲说，它们适合的光照会落在8000到15000都可以，但是如果你夏天直晒的阳光是会到10几万的流明哦。所以在条件许可下，请大家建议就是说一定要拉个黑网。如果你环境会直接曝晒到的话，拉黑网可以让它们降低50%到80%的直接的光照。那我们之前有分享，我们温室的遮光网是50% 的，但后来到今年我们增加为80%，对它们植物来讲的保护度比较够。现在每一年的天气变厚啊，那夏天是真的非常可怕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到80% 的黑网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，蛮多的阳台主大家都已经有开始做夜间补光这个动作。那到了夏天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可以把夜间补光的时间缩短，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主要是让他们平安的度夏。那我们可以到了秋冬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，再来好好的塑形。所以假如说你平常夜间补光时间会拉到8个小时，我们说不定可以减短到6到4个小时就足够了，让它主要是不要偏头歪头偏光。那接下来就讲到水分的给予，在夏天切记，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呢，浇水只能在清晨或是夜间，因为你在白天浇水的话，它的水分残留在叶面，再配上高温，就是在水煮它，所以网络上会很常看到那种大家的影片分享，就是浇完水然后晒太阳，马上那个鹿角蕨就全部软趴趴，已经马上就快死了，就是在水煮鹿角蕨，所以就是浇水时机要特别切记。那现在哺乳类型的鹿角蕨啊，都是非常的大众，几乎人手1颗。那我们在夏天的阶段啊，如果你的阳台环境本身是比较严苛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侏儒移到室内的窗边。那记得也是一样保持通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避免让它在夏天这几个月时间受到热伤害。到秋冬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爆发期的生长。因为我们之前最常讲，就是侏儒品种它本身就是一种基因缺陷，所以它的耐热度、耐受度本来就没有那么高。那我们就是让它这几个月时间好好度夏，不要受到热伤害，后续就不会花费太多时间让它养伤。想要在夏天购买鹿角蕨的鹿友们啊，就会推荐比较耐热的品种，像是日本白朴啊、Hakuna Matata、塞尔索或是澳银柠檬，这些都是非常的安全牌。但很多人也会问我说，为什么它的夏天澳银罐都没有什么生长？但是因为澳银啊，它本身的冲灌季节是在秋天，夏天是让它在养跟生长的阶段，到了秋天它有日夜温差才会开始冲灌，所以这段时间也不用急，因为我们就是澳银就是每年就拼了一波。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白毛类型的，它们也是稍微比较怕热，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，如果发现你的白系列啊开始已经变黄掉毛了，就代表说它的承受度已经快 hold 不住了，这时候真的是要赶快把它移到凉爽的空间。像我后面这一瓶是白玫瑰，这个时间都 OK， 但是我觉得到8、9月最热的时候，还是会让它移到比较阴凉处。
讲到夏天的佼佼者呢，就是狮子座。狮子座的话，就是从小到大住温室，夏天也不太会出现畸形叶的品种，冠还可以维持得很漂亮。所以有没有看到一个要点，就是通常比较耐热的品种啊，体型就会稍微比较大一些，然后颜色会稍微不是那么白皙，但还是可以很漂亮啦。那接下来就是讲到小苗，很多人都知道说，焖箱养殖的小苗啊，生长会特别快速，但是要讲哦，这个焖箱养殖的前提是你的环境温度是不能超过30度的。所以像我们到了夏天开始变热的时候，一定要把焖箱打开，要不然你整体啊就会是在焖煮它。我有看过太多死伤案例，很多他们的养殖已经突然夏天变1个月之后就全部死得很惨，那就是因为焖箱啊，真的就是只能在室内30度以下，或是你冬天外面的话，你才可以使用。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夏天浇水嘛，很多人是直接用水管浇，但是呢，水管前面那一段水其实是烫的，所以你这时候对浇小苗的话，它们的耐受度是完全 hold 不住的，要记得水一定要放一下，凉透了才能给它们。因为我就说小苗就是小 baby 嘛，它的整个强壮程度是跟上版的完全不能比，要特别呵护。那讲完幼幼班呢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小学生。真的像是这种大小啊，你已经入盆了，然后也是很夯的一种养殖方式，就是说包膜。因为包膜的确可以促进根系的发展，但到夏天也一定要把它们拆掉。那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盆啊，它已经是有一定的大小，所以根系啊已经算是很多了。这种大小呢，放在阳台，我们只要不直晒，直接曝晒，放在阴凉处都是可以好好的度夏。那就是膜，各种膜，只要放在户外都一定要拆掉。像我们温室啊，到了这个月也通通把所有膜全部都要拆除。因为这时候的夏天呢，你只要一点不通风，你对它来讲都是一直在吸收热能。概念就像是谁夏天还会穿着大衣呢？鹿角蕨度夏其实没有那么困难，因为它其实只有一点点不舒服啊，它马上就会反映给你，不像是木科植物，像树木的话，你发现它出问题，已经是1年前的问题了，它1年后才会显示出来，那已经都来不及。所以像鹿角蕨，我们是通风、水分这些控制好，然后还有切记啊，在这阶段选择入手的品种啊，一定要是耐热的基因，因为鹿角蕨我常讲说是真的非常吃基因哦，它的耐受度啊，每一瓶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我们就不要去挑战它。像我们晴花入院啊，虽然我们有个冷气房，但也是很小，里面空间有限，所以我们能进去啊，都是非常非常娇贵、特别敏感的品种。那其他的呢，我们还是让它放在温室撑过夏天，所以整体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。那我们就是早上来的话，一定会先开通风扇，会补一点水雾，让它们慢慢的降温。然后我们等到下班前的时候，太阳下山才会开始给水，因为这是我们这边每天的一个日常的 routine。那如果在夏天你真的想入手很喜欢但有一点挑战性的品种啊，我就会建议说直接购买是上好版、接近亚成，甚至母猪都可以，因为它们这种已经是非常强壮、根系很饱满的，对度夏已经是很多经验。小苗的话，这种就会建议说是在秋冬啦，就夏季末秋冬会比较保险。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那也有人问说，那针叶体呢？针叶体呢，我们会摇头就说，针叶体的状态是一定需要冷房才能度过夏天，所以大家就先不要考虑了。虽然我们在淡水呢，但我们夏天也是会到38、40度，所以大家一起撑过这个夏天，一定都可以的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